郑老师，我要跟你说对不起，我也要感谢你。但是为什么我要说对不起？因为也许我拍这一集之后，你会被网爆，所以首先要跟你说，这件事不是针对你，你真正的故事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会对事不对人。亲爱的黑粉，不要攻击陈老师，你们批评反驳就是他的内容，而不是他这个人。说实话，我们不知道中共怎么做到把一个反共 YouTuber 变成一个反共 YouTuber。还有，为什么我要感谢你？因为你发文讨论我，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，认真思考这件事，所以真的谢谢你。你们知道我他妈的在说什么吗？没有？那我帮你介绍。几个礼拜前，我拍了一集介绍我怎么看巴囧跟闽南人的冲突。在那集，我在说这件事，即使如果我们比较广义的看，我觉得属于中共的某一种策略。哪一种策略呢？分裂台湾，用台湾人来打台湾人。这种策略包含很多方面，但是其中一个是新媒体 YouTuber， 所以中共让一些本来是反共 YouTuber 变成反共，一些本来支持台湾的主权，提醒大家中共的危机，莫名其妙没有在讨论中共，反而开始反共，就是攻击反共的人。这种策略很强，因为反共 YouTuber 减少，然后剩下的反共 YouTuber 压力很大。那个时候我提到一些例子，例如馆长，他本来一直反共，后来一直骂民进党。一开始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喜欢民进党，后来我发现他批评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跟蓝白比较会反共。另外一个我提到的例子是郑老师，他建立的频道是反共，后来全部的内容是反共。但是我们要说实话，这个不是一个秘密吧，也不是我自己的看法。郑老师的内容本来全部都是反共，你看这个就是他本来的内容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突然决定不要再反共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说实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有办法证明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他全部的内容都是反共。郑老师，我提到这件事情不是攻击你，是证明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但是郑老师看到我的影片好像不太喜欢，我可以理解，而且我尊重，所以发文讨论我。那时候我留言说我会回答，一言为定。然后波特王看到我要回答，他跟我说：“黑素丝小心点。”那人可能还会 P 图假对话搞你，他很会颠倒是非。郑老师，你会真的这样做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们觉得他会吗？无论如何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是郑老师的内容。而且因为我怕你们比较懒惰，毕竟郑老师写的文章比较长，我会跟你讲4个重点，而且我们要一个一个仔细的分析，这样我们可以更了解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要讨论到的内容不是我在反击，而是因为我们看郑老师，我们会完全理解中共渗透台湾的策略，因为刚好是跟中共用的方法来洗脑台湾人一模一样，那是最重要的，避免被洗脑，而不是攻击郑老师。这个不是你要相信他，你要相信我，而是我们要分析跟思考，我们要理解他在说什么，还有为什么他这样说。我们看看，他是绿营频道，没想到为了迎合青鸟，本末倒置，迎合波特旺踩我一脚。郑老师，我没有在踩你一脚，我只是在证明一个公开的真相。你本来的内容全部都是反共，现在的内容全部都是反共。看你的频道是无法否认的事实，不需要演。你没有被攻击，你也不是受害者。郑老师，为什么你这样说呢？有什么原因呢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也没有办法知道。也许是中共威胁你的家人，我不知。但是你跳反是无法否认的事实，而且有一个流量不错、比较有影响力的 YouTuber 从反共变成反共，对谁有利益？如果不是对中共，是对谁？而且在这边，陈老师贴标签说我是一个绿营频道，但是事实上我不是，我没有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党，我没有在说民进党好棒棒，你反共并不代表你是绿营，而且对我来说，属于绿营也不是什么负面的。如果民进
党觉得我拍的影片对他们来说很棒，他们想要赞助我，只要不影响到我的言论自由，我 OK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，而且我从来没有拍一部影片来说哦，民进党很棒。那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听我是民进党的这一网红？首先不是事实，再来当然没有什么证据。那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听？而且这件事不只是陈老师说的，而是网军一直散发的一种标签。那我批评民进党的时候呢，没有人说什么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是中共在网络上的策略之一，他们想要骗台湾人，觉得如果你反共，或是如果你支持台湾的主权，是因为民进党在付给你钱。而且说实话，中共洗脑台湾人蛮成功。我是被身边的朋友问过，我是不是收民进党的钱？还有陈老师，我不需要迎合禽鸟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骄傲的禽鸟，更不用说迎合波特王，因为我跟波特王从来没有合作过，目前也没有这样的计划，我也从来没有拍波特王的马屁，所以你怎样说不符合逻辑。你的节目至今还是选择了仇恨流量，吃饭、拉屎、睡觉，生活万事都离不开中共，什么都是中共在背后操作的。今天拉肚子是中共，明天感冒发烧也是中共。现在我频道的内容主要是反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最大的危机是中共，而且这件事不是我自己的看法，这件事是中共自己几十年在公开说他们想要并吞台湾，解放军一直在骚扰台湾，中共在国际上一直在压迫台湾的地位，中共已经渗透台湾到一个很离谱的程度，在媒体、新媒体、各种协会、台上、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，但是最夸张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没有危机感。那是为什么我拍这样的影片？因为如果你很清楚看到这种现象，然后你在意台湾，你至少要说出来，合理吧？如果你看到一个霸凌者想要打你的家人，你会想要挡住他吧？但是我们要看白话一点，陈老师在表达什么？他的意思是我反共不是因为我担心台湾，而是因为流量跟钱，还有强调不应该一直说中共，还有中共没有那么可怕吧？很难说，对不对？中共很难说他又不是什么台湾，我讲一个不输你的啦，台湾又怎么样？那我现在问你，谁想要你忘记中共对台湾的危机？你相信中共没有那么不好，中共没有那么可怕，中共跟民进党差不多了。你民进党，你跟中共到底有什么两样？对谁有利益？我就问，请问谁想要你相信台湾只能投降？谁想要你相信台湾没得选？谁啊？只能和平统一？或是谁想要你相信台湾很烂，统一之后会有多繁荣、多和平？如果不是中共，那是谁？那中共当然一直在网络上散发这种言论，刚好跟曾老师一模一样的言论，巧合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留言跟我说。还有曾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本来的内容全部都是反共，而且在你的影片你公开说那时候你拍这样的内容只是因为流量，因为钱，毕竟我之前就是被洗脑的绿营侧翼，那时我以为反共就要挺绿，而海外反共人士挺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支持民进党有流量，几乎把爱台湾等于爱民进党。讲难听一点，可以理解为爱台币啦。按照你自己的言论，你不是在承认你本来是在骗我们吗？那如果你自己承认你本来在骗我们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次你没有在骗？我真的不是攻击你，但是是合理怀疑吧。不过呢，我也要反省，我要看看我拍反共的内容是不是给我很大的流量。所以现在我给你看我频道流量最大的影片，好有趣，流量最大跟政治完全无关，而是我以前一直拍文化差异，所以意思是如果我拍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，一些文化差异或是一些美食影片，我的流量会比较大。频道第二个最大的流量是什么？是一种实验，那个时候有一种想法，我想要看看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我攻击民进党，我的流量会不会特别好，所以我拍一集来假装我在爆料民进
进党的非常难看的丑闻，就是我跳房承认我收了民进党的钱，结果呢，我这样演戏成功，流量非常高。所以如果我是因为流量或是因为钱来拍影片，反而我不应该要拍反共，要么拍比较轻松的影片，要么骂民进党。所以刚好跟陈老师说的是相反，这件事也是无法否认的吧？那重点来了，为什么陈老师说我拍这样的影片是因为流量或是钱？你知道我当反共频道的时候，3年内这个月是接了第1个业配，那为什么陈老师这样说呢？你觉得他在投射吗？还有另外一个细节，我觉得特别有趣，陈老师怪我在靠走横流量，那我问你，你觉得陈老师在靠走横流量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一直看陈老师的内容，陈老师攻击绿营，攻击青鸟，青鸟现在是真的比小粉还要低能嘞，攻击破豆丸、申波阳、龚子生，攻击炯炯、赖清德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民进党的网军，传说中的1450。那你想想看，那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他们全部都是反共。那难道这样的内容不是靠走横流量吗？你怎么看？而且我也想看陈老师讨论我的时候，网友怎么说。原来外国人也支持纳粹，我很讨厌那个老外，讲话没有一个真话，没有道德。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点走横？我不需要你相信我，你自己可以判断。我们继续看陈老师怎么说。黑素丝，当你被一群网友霸凌、肉搜，家人为此丢掉工作，为此被警察调查，你还要迎合这群霸凌你的人？陈老师，说实话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状况，但是好像你也不知道我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被霸凌，我也不知道谁霸凌你，但是暗示我不知道什么是被霸凌，是不是有一点奇怪？毕竟你看过这部影片，我怎么知道你看过吗？因为你留言，谢谢你关心我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暗示我不知道什么是被霸凌，起码有一点奇怪，不是吗？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。你说你被警察调查，因为根据我了解，你没有住在台湾，那你所提到的警察是哪一国的警察？应该不是台湾吧？应该是中国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的频道现在全部都是反共，还有为什么现在你都会忽略中共对台湾的危机。我家人都被关切过了，所以当初我在媒体上也表示我妥协了其中一部分，因此中国政府并未为难我的家人，相反，在我家人的努力下，我其中一个遭到停用的银行账户最终恢复正常。最后一部分也是特别有趣，当初你黑素丝在没流量的时候，跑来问我怎么做节目，怎么吸引更多绿营观众，我也是把你当朋友，认真跟你分享。我当初的建议就是不要为了迎合受众而做节目，而是输出内容。很遗憾，你的节目至今还是选择了仇恨流量。我也把你当朋友，那是为什么？你当钟明轩的朋友，大家都批评你，我帮你讲话，那个时候我也被攻击被骂，但是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，因为我还是对事不对人。但是我看到你这样说，我真的不记得我仅教你怎么做节目，毕竟我比你还有经验。不过也许是我记忆力不好，所以我最近看我们所有的对话，果然我找不到我仅教你，但是我找到你仅教我。黑素丝，请教你个问题，一天中什么时候发片成效比较好？还有一周中哪天点阅率比较高？所以我觉得好有趣，不知道是你误会或是故意造谣，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？记得我频道的目标是告诉你中共怎么渗透台湾，而不是要反击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现在一窝蜂去整老师的频道骂他，但是如果你们不同意他的言论，当然也是可以批评。所以陈老师，你觉得我分析你的言论有道理吗？如果你觉得没有，欢迎反驳，但是用这种便宜的方法贴标签、人身攻击或是造谣，拜托不要了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所以你要尊重自己。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？留言跟我说。我是黑厨师，好嘞，拜，再会。